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就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周边地位新北市议员左冠廷，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桃园市议员备役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今天所有的事情呢，在年前大概都会跟国内未来这一年政治发展里面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关联性。好，那当然像譬如说军售这件事，美国已经直接讲了，好吧？那你们大家再拖嘛，没有关系。3月15号，那所有效期到3月15号，所以3月15号，在这个关卡之下，那对于蓝白来讲的话，是不一定会复委，大家是不一定会去审这一段。好，那除了这些以外，你可以看得到今天对全球来讲的一件大事，对，那日本众议院大选高市早苗，那叫。有人每个媒体的形容词不一样，有大胜，有狂胜，那不知道还要用到什么胜？赢麻了赢麻了啊！对，都用这样的词，你就知道，因为这日本自民党，你说这70年来大概狂胜的一次，而这一次狂胜，当然大家除了在关心日本以外，你更关心的是高市早苗那时候一句所谓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所有相关的一些言论，在这次过程也被解释，而他的这次的狂胜赢麻了所有这些状况，对于两岸。对于台湾的未来会有什么影响，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当超过2/3修宪门槛以后，日本的宪法是不是会做一些的改变？自卫队还是单纯为了防卫自己的自卫队吗？会不会有任何改变？对全球有什么一些影响？不过一开始如果这样讲的话，来冠廷是这次高市早苗的大胜，你觉得包括对台湾生活有很多我看过，包括蓝营人说啊。赖清德未来会不会用这样一些的模式？你觉得这整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先讲啊，因为两边的体制不同。高市早苗他可以在他民调最好的时候，宣布解散国会。对，那台湾的总统没有这么大权力，我们只能被动啊，希望蓝白多数党来解散国会。要倒戈，总统再解散国会。这两边的层次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一样给大家的一个经验或学习的点，就是说。到底怎么样可以得到民意？我特别要讲一下，这次是赢到什么程度哦？在选前，自民党加维新加起来大概是232席，这次提高到2个合起来352席，压倒性的多了100多席，多100多席，什么概念哦？我们刚才在讲2/3，因为2/3众议院是日本的修宪门槛，单独自民党就316。其实这个就已经过了吧？如果加维新就是3/4的故事了嘛？这什么意思哦？2/3的概念就是因为他们一样是两院，但众议院其实都知道，在日本众议院比参议院重要。虽然参议院有复决制，可是当参议院复决不通过之后，回到众议院，无论是修宪或者是非常的重大议案，众议院用2/3可以再次否决参议院的决定。所以简单来讲，只要众议院取得绝对多数，那未来执政党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法案，甚至要修宪都可以通过。那这当然是超级大胜利嘛。那如果我们进而去看选区哦，我觉得有几个很值得跟大家聊的点。第一个，我觉得大家比较少看是东京都。东京都其实你就把它想象是台北市，它并不是一个什么传统自民党强啦，还是说其他在野党强的地方。东京都是非常风向。对。可是这东京都我们去看一下东京都的席次，30席全部自民党拿到。你就想象全部。就台北市都被蓝营或绿营一个政党拿，就是当年对不起，还有白营，还有白营，就是当年的那个八仙过海那种概念，就是同一个政党全数赢，30席全部自民党赢，而且我要强调是东京，东京其实一直以来不是自民党最优势选区啊，因为风向来，年轻人多，而且观众朋友知不知道，像东京跟大阪是最容易出现无党籍的市长，对，那很多国家都是这个样，是不管是首都啦，或是那种经济事业的那些市长，都特别容易挑一个无党籍的或什么，很容易出现这个。为什么我讲东京？因为我就比较一下选前的席次，选前东京30席，自民党只有11席，11席还不到一半，立宪民主15，公民党1席，无党籍3席。你看到东京都是有无党籍空间的，30席全部自民党赢趴。那如果是这一次，就是他们在野联盟嘛，中道有单独没有其他政党，然后跟自民党两边1对1的24席里面。自民党赢了22席，就是完全的碾压嘛，所以其实碾压是事实，可大家要分析原因啊。第一个，压倒性的年轻人的支持度这件事情非常恐怖。我们都知道嘛，就是日本其实比台湾甚至比亚洲各国，其实政治是冷感，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因素，内阁自然是一个啦。我今天投出来的人，不一定等于是未来的首相。
我们今天投总统，大家会热情嘛？从1996年开始，我们大家可以参与投总统。可是他们这种间接式的首相选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民主，会让大家觉得，哎，我这个选区，哎，就算支持姚惠珍啊，姚惠珍未来也不一定等于首相啊。支持你啊，你的那一票很间接。对，而且他就算呼声再高，对，但是就算议员当选了，那到时候大家瞧一瞧，也不见得是他，也不见得是他，对，是他我就投了。所以我第一个我要先讲，我觉得选举策略啦，我从旁看，我认为高市早苗在选前直接喊出说，如果我们没有过半，那我就会辞掉首相。对，为什么这个孤注一掷？如果在台湾，我们当然会觉得说，我没有过半，我当然就要辞掉啊。可是立法院长是这样嘛？那不是。因为他们是可以合纵连横的，这是豪赌啊！今天我就算自民党假设没有过半，我跟维新加起来过半，我也可以啊。当然，我跟结合一些无党的，我也可以啊。可是喊自民党没有过半，我就不做首相。我觉得这是选举策略，因为这一次高市他敢直接提倒阁，然后整个全部就国会改选的关键就是他有高民调，所以如何把各地方的议员的选举跟他个人的声望做连结，这当然就连起来了嘛。所以其实整场选举短短2周多，就是高市早苗个人秀啊。我们连远在台湾，我们的社群，我们 Reels 秀子滑都是高市。那 YT 他们直接用自民党的这个官方的影片几亿的点阅啊，这个就是人气的展现。我第一个当然就是把高市的支持度等于自民党支持度这件事情绑在一起。第二个事情我觉得还是不要忘记中道的力量。其实本来很多人认为高市早苗上任首相之后会把日本带向一个极右的一个政权，可是高市上任之后，其实他没有走这方向，还是在跟大家谈什么？我们谈经济，我们的国家安全，就经济跟国安这2件事情，年轻人会觉得，对啊，这个是我够怕斗嘛，我顾我安全嘛，安全跟经济这2件事情是高市上任之后最常讲，所以本来预期他会很右。但其实没有这么右，他反而是就是很愿意跟大家直接对话，然后跟大家讲，我的政策的方向，包含说，半导体啊，包含科技业啊，包含我们的经济要如何货币的松绑啊，就这些事情是民众会有感的。这第二个，第三个我还是要讲啊，就是说，他让年轻人对他有热情这件事情，借由社群平台让大家看到。我要讲人感，为什么？以前的人感其实是。他们的政治就是一台车子，然后站在上面，然后下面可能围个40-50人、100人就很多。但你从这次选举2周多过程，你看到无数的画面是，哇，现场像艺人一样，满坑满谷，广场都是人。当然对照台湾还是相对冷静啊。但这样的状况底下，已经在日本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个状况。那接下去，其实大家在讨论的，好，赢了会变怎么样？高市他当然会要借由他这样子的一个高民调，而且。民意的展现之后，他要做一些事情嘛，所以现在大家就在认为说，有没有可能真的会修宪？包含说，在2战之后，日本的只能发展自卫队，然后包含说，他们有非常多所谓的主动式的武器没办法发展，然后包含说跟美国关系、跟中国关系，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接下去看。高市他会怎么样运用他这个高民意 ？OK， 有人会形容这个16天是高市早苗带着所有的自民党的部队16天风雪奇袭，一阵的奇袭下来，好，你只能说这一阵的奇袭打的所有人，那包括所有的其他政党，真的是鼻青脸肿的一块。而当过程当中，大家会关心的，来说，有人就在讲，我听到有一些蓝营的人讲说，接下来。赖清德一定会循着这个，包括高市早苗去找出他为什么会赢的那些模式。那当然他没有办法去主动解散，那是一回事。但是接下来不管是2026胜或2028，会因此给赖清德政府有很大一个参考的一个价值，会吗？如果民进党或是赖清德总统愿意寻求像高市早苗的模式的话，我觉得对台湾没有不好。为什么？因为其实高市这一次大赢马了，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大家会认为说北京对他的强硬立场反而激起了所谓日本人的逆反心态，大和魂就是你硬，我们也要硬啊！所以这是一个，当然就是民进党长期的抗中保台，然后这次他们可能是抗中保日啊。但是除此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大选过程里面，高市早苗并没有一直去诉诸这一点，他反而是一直在谈的是内政经济，所谓的早苗经济学，所谓的减轻这个日本通膨的负担，包括说把这个承诺说把食品消费税从8%减到0啊，那这对于很多庶民经济来说，尤其是日本妈妈们，哇，简直是拍手叫好，因为大家知道日本常常是你只要结婚以后，妈妈就是专职妈妈，他们
只要到菜市场去买，然后每个月这样发现说物价越来越贵，物价越贵，当，那个心里面就越来越当。那高适完全就打到他们的心了。再来就是高适他是个人的魅力啊，大家都知道他在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超高支持度，来自于说他跟传统的日本政客不一样的形象。日本过去其实他的政治圈还是比较男性主导的。第一个，这是第二个不要说暮气沉沉啊，但是十分的稳重那一些男性的政治人物。但是高市早苗展现第一个不一样，她是女生；第二个，她充满了热情，哇，她跟这个川普可以这样子手勾手，她跟李在明可以一起打鼓然后她的穿着打扮，现在在日本形成一个叫做高市活就是她用的包包是什么啦，她穿的鞋子是什么啦，然后很多年轻女性就会去模仿去买所谓的高市活，高市的生活 style 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她很大的胜选原因在于她个人的魅力，还有她强调了日本现在民众最痛苦的经济的问题，通膨的问题高市早苗学其实他在整个大选过程里面，大家知道他可能未来有机会修宪大家知道他可能未来会加强美日的同盟但是其实这没有成为他选举不断打的这个诉求可是反观民进党过去的选举的主要的诉求，其实你说经济讲多少，你说民生讲多少，还是主打的是抗中保台，是两岸这种比较冲突性高的。你知道，你只要打冲突性高的、政治意识形态高的议题，你就很容易把选民两分化。我知道有人说高市早苗在年轻人心目当中那个民调开始忽然糊起的原因，是因为上次不是他们上次有一个国际的，忘了是有点类似集团体类似那种会议。他不是坐那个椅子，然后用滑轮滑到人家是印尼总统还是谁旁边，他就滑过去了。也就因为这样说，我们现场的来宾都不给有轮子的椅子。我就是怕大家都学，好不好？没有，我把他给踹出去。对，这样比较方便。因为那一幕让大家突然发现，他跟在办公室有很多人没事这样滑来滑去有什么不一样？原来坐到那样位置的人也会做出这样一个邻家小女孩或你同学的一个动作。有很多人没事这样滑来滑去有什么不一样？原来坐到那样位置的人也会做出这样一个邻家小女孩或你同学的一个动作。那时候开始，然后再加上过程很多一些因素。但这次因为过了大家知道过了修宪门槛以后，对于老共来讲的话，不知道会不会特别不开心，就会盯着，因为那个修宪，将军。那个宪法，日本打完以后，暂时打完以后的和平宪法，那里面尤其它为什么叫自卫队？大家都知道，你把全世界军力排行拿出来看，它的军力 always 排在前10名，没错。但是他就告诉你，它叫自卫队。是。那现在，其实那时候还记得吗？那时候，包括在安倍晋三的那个时候，其实就一直有人在讨论，那他们要不要修他们的宪法？要不然的话，国外有事情你也不能去帮忙，你什么都不能。他们真的有可能会启动这个吗？其实这个宪法第9条我曾经在节目讲过很多次，因为这一条宪法它让日本的军队很不正常为什么？你想想看，你可以接受国军叫自卫队吗？没有人可以接受嘛。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他都不会接受叫自卫队，他一定要军队，放弃交战权。什么叫交战？对，你打我，我还击，这叫交战。那放弃交战权说你打我。对不起，我可以扛住，我不会打你。所以当时为什么在宪法第9条，日本很多的争议，就是如果真的被揍呢，所以安倍时期才会把它放开一个叫做自卫反击权。从2次大战以后，日本一直认为它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可是想不到现在是俄罗斯加中国，甚至连朝鲜对它都有威胁。那它面临了3合1的这么大的外来的侵略的时候，如果它的自卫队还是作茧自缚，绑在里面不能动，只能打哥吉拉。那你想想看，日本的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挺高市？他就说，我们不要再被2战捆在里面，我们道歉也道歉了，我们悔悟也悔悟了，我们不是一个要侵略别人的人，反而是我们对面的俄罗斯、对面的朝鲜、对面的中国不断的来侵犯我们，我们只能用水枪喷他，还不能对他怎么样。所以高市的魄力，高市对于日本的调整与改革，是让他们整个民族的自信心走出来，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人教部什么？日本的放弃交战权，基本上就是从2战的时候被其他国家限制。对啊。
我认为比较精准的说法应该是这样，就是他不能发动以国家主权作为名义的战争，也就是你不能去侵略别人。但是这个也被限缩，认为说这个叫做个别的自卫权。这也就是为什么刚刚这个将军提到说安倍当时在放宽的时候，他真正的差别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今天侵略日本本土，日本自卫队当然可以打，这个我不可能，他不可能就是我举手投降，那要不然给他这么好的飞机跟那些我们一般民众都会反抗了。这是说军队完全放弃了，这只是他被要求第一个定位不叫军队哦。安倍当时他真正最大的问题是要解除所谓的日本叫做集体自卫权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就我解禁了。如果我今天你看哦，当时有提到说日本出兵有4条件。日本本土受到攻击没什么好讲的啦，日本国民生命受到威胁没什么好讲的，但是它增加了什么？我跟盟邦之间的合作关系。如果我的盟邦受到侵略或受到欺负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出兵他国？安倍晋三当时在解禁的是这一项，他可以在协助防卫他国的情况下，允许派自卫队出去。这件事情为什么要从2战开始讲？是因为美国给了他这个捆龙锁，全世界各国都说我给你这么大的一个军队。日本的军工武力不强吗？很强，他的军工很强啊。但你有看过哪一个国家说不好意思，我买日本的什么战斗机？好像不能买，不行，因为他要求你不准输出，所以他只能在国内生产制造。现在会变成是，当美国也认为你 OK， 因为这里面还有包含一件事情，我要解除自卫队的捆龙锁，我要不要放宽国防预算？日本在之前就曾经调整过了，那是最大的差别。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说，高市早苗这一次，老实讲啊，我在这说会讲的啊，他说他打这个经济议题，对不对？可是中国在这一段时间没有拿经济议题去压他吗？没有，他做到什么程度？你们不要去日本啊，飞机集齐票，假要起飞的，你也可以给他退票啦。我用这个方式去压迫。可是他真正影响到的，其实对日本人来讲，中国当然游客是一个很大的生意。他好早就在那里一条龙啊，他那个中国整个落地整个过来啊，所以你说高市他这一次，其实我认为啦，就是说他的主打的经济，其实一部分来讲，日本民众他难不知道说中国试图透过这个观光的力量去要求你日本的舆情，去改变你的日本政府吧，但他守下来了。OK， 我补一下，就是说，因为讲来讲去就2件事嘛，就是安全跟富足，就是整个选胜就2件，虽然他没有走极右。可是，在国家的主权跟被中国欺负，我们完全不妥协状况底下，民调越打越高。其实一切的根源跟台湾有关啊。11月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这个中国在日本外交官说要斩首高市早苗，就高市后来完全没退缩嘛。那中国搞日本的方式就是，其实跟搞台湾方式一样，经济他怎么制裁，叫大家观光客不要去。大家知道以前每个月是几百万人的中国观光到日本，到去年12月1个月只剩30万人到日本，几百万到剩30万。可是高市他们说服民众啊，我们鸡蛋不要放同一个篮子啊。结果日本的国际观光客总数逆势上升，告诉大家其他国家来玩，台湾来玩，其他国家来玩，很棒啊。所以民众是看得懂的。第二个我要讲选战策略部分，我觉得因为不是只有高市一个人，他几个明星内阁也就是火车头嘛，到处去辅选嘛，然后他整个年轻的内阁，然后让大家觉得哎呦，怎么这几个内阁在高市的这个内阁里面，然后哇，讲话，然后整个这么贴近年轻人，那个影响的是，我刚才讲东京都啊，其中这一次东京都有一个国会议员，27岁就当选，27岁直接，所以就是我们以前想象中自民党都是长辈，老派政治人物，所以我觉得从日本这次也是看了，所以说几个明星内阁其实也有帮忙的效果。OK， 但范老师现在看起来的话，再一次证明。其实，如果越受到外力的像这样的一个强压式的对待，对每一个国家的人都会不爽嘛。我们以前已经证明，就是台湾每次要选举的时候，尤其国民党受害最深嘛，就老共地方只要讲话，国民党就麻烦了。那现在看起来，日本这次也完全验证也是这个样子，不是吗？对，的确是如此啊。那我要讲的是，你说高市是不是从中国来看，他是一个超级的鹰派，而且是反中的。他2007年那个时候，安倍在当首相，他是安倍内阁里面唯一一个阁员去靖国神社的，就他一个，你可以看出来，他够硬的吧？算极右派了，算极右派啊。对啊。然后2014年又是安倍主阁，他是唯一3个阁员去靖国神社，
靖国12就是里面有供奉，类似我们的忠烈祠啊，但是里面是有供奉这个甲级战犯的。对，那中国一直就反对阁员进去，但是他就去了，这就是高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高适为什么那么受到年轻人欢迎？他就不是传统的政治人物，日本的政治大部分都是家族政治，就是父亲儿子，你看安倍晋三也是啊，可是高适不是啊，他爸爸是在 Toyota 里面的工人啊，他妈妈是在当警察，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过去跟日本的这个他们叫派阀政治或家族政治完全不同。然后他功课好，大学考上哪里？考上早稻田跟庆应，都是日本我们说4大名校，但是私立的，他没有钱念，才去念神户大学是公立的，所以他就是一个中小企业的中小家庭起来的，然后。他这个又念大学，还骑重机，对不对？还参加那个什么他会打鼓，因为他是参加那个热门音乐的社团，就是一个完全跟过去，然后讲话非常直接，所以这种人格特质，难怪有那么多年轻人，还有女性 ，OK， 会支持他。就是一个完全跟过去，然后讲话非常直接，所以这种人格特质，难怪有那么多年轻人，还有女性 ，OK， 会支持他。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很大警讯，因为你越想要介入，你越想要打压这个他高适的话，造成的情况就是物极必反嘛。那高适为什么会被中国打压？就是因为他去年11月7号他说，如果台湾被中国封锁，就视为是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然后他可以运用的是集体自卫权，所以中国认为说你要出兵嘛，所以才打压他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一个个性。范老师，可不可以请问一下，难道中国不会他在用这一招一直打压这些人，他都不看一些舆情或民调的反应吗？也就是说，当你说人都不要去了，我制裁经济制裁，我所有这些，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从那时候每一次高市早苗的那个民调，大家不都有讲说吓死人，哪有一个首相民调可以高到80%的，然后所有这些甚或再往上攀。也就是说，当你发现这招没有用的时候，你还要继续往下这样搞吗？我觉得这就是中国这个体制出问题。当这个体制没有人敢讲真话，大家对习近平都是报喜不报忧，都讲他喜欢听的，那当然是下情就无法上达嘛，所以才会做出这么愚蠢的这种判断嘛。你不要搞清楚，现在中国的外长王毅。他是当过驻日大使，2004年到2007年呢，他是因为过去中国外交部长都是以这个驻美国的为主，他是继唐家璇之后第2个唯一的，这是驻日大使。然后他2013年到2022年当外长，当了9年，后来还担任什么外事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所以他等于是习近平身边最懂日本的。什么啊？结果难道？这个他不懂吗？所以我就觉得，连王毅这么知日派，然后他还当过国台办主任，也是知台派，对不对？那你说那是高市早苗被制裁是因为台湾问题？那你为什么你王毅没有办法发挥功能呢？那所以王毅也看不到真相，还是说这个体制真的出了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啦，就是说，那你看从秦这个王毅做到2022年是秦刚接外长，秦刚。从2023年3月只做3个月被抓了，秦刚还是习近平一路提拔，然后不但是当外长哦，还兼国务委员哦，因为中国除了总理，再来就是国务委员，那国务委员就等于副总理 ，OK， 这么位阶这么高的，他都落剑下马，然后那就表示什么呀？连习近平听不进去真实的声音。好，那现在又传出。王毅说要明天他们要召开这个对台工作会议，说要第一个要介入台年底的县市长选举，然后又说要说1国2制要具体落实，说今年是关键年，那我就搞不懂啊，1国2制在台湾有市场吗？他这时候搞这个东西不，那你这个是帮国民党助选，还是你在帮国民党反助选？那从这次日本呢看得很清楚，中国用很多网络在那边散播对高市早苗的各种的这种批评的言论，看起来是适得其反。他还在台湾再搞一次。所以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国民党最麻烦就是说，你到底你要走什么路线？看起来现在从高市，他就是国民党说我们要跟美国好，跟中国好。
那高市就是一路跟着美国好啊，对不对？然后这个路线很清楚了。那你国民党你现在到底你现在3月份这个党主席郑丽文要去北京访问，要去见习近平啊？那你的路线看起来，然后你的萧旭成的这个副主席说这个 AIT 的这个处长古立言只是比科长大一点，你这完全是污蔑人家嘛？完全这个，我今天如果是郑丽文，我应该把萧旭成立刻就给他免职了。你破坏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啊！ OK，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个高市当选，国民党就一个人恭贺，那个叫朱立伦，所以就朱立伦走了，就是亲美友日和中嘛。那你郑丽文把国民党带向一个完全亲中，甚至已经反美了哦。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问你，那你觉得这个对国民党的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有帮助？本来年底县市长其实是跟两岸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今年为什么？第一个关税，台美的这个好不容易谈好的这个关税15%，国民党要不要在立法院主张？要不要让它通过？你不通过，就那这些水五金这些传统产业的这个关税就变成飙回本来25%。那你国民党怎么选？你台中江启臣怎么选？你江启臣已经说了，你江启臣那天遇到古立言是说我们会通过，还有谁讲？这个卢秀燕也讲。那问题是，你江启臣跟卢秀燕是代表党中央吗？啊，郑丽文的态度是什么？不，我们先回到刚才讲说高市的这一段，或者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高市这整个狂胜的这些对国内的启发性，刚讲到，包括连经济的议题，对消费税啦，所有这些，老百姓当然还是在乎这些，对。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刚范老师有提到一个，所以也是在告诉国内的政党，没有什么两大之间难为小，也没有什么等距了吗？对，一定只能选一边了吗？我个人认为哦，高市早苗这一次是史诗级的胜利，那甚至是出现所谓的高市现象，就是他拿的包，他吃的零食，他穿的东西，在年轻的族群，他的包是那种老人包，50、60岁我这里会拿的包，年轻人20、30岁排队去买，要排9个月他也没关系。所以人家说很不寻常。我个人认为是他就是非典艺人。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政治人物都是大家族，重男，然后男生很那个。但是高市早苗他在演讲的时候，他说什么？工作，好。然后第二个，本来年轻人是不是很讨厌这种事情？你这些他们叫惯老板，对，你们这些人都只会叫别人工作，你都不想一下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没有。但是高市讲这段，其实他刚上任的时候，这件事也有被拿出来，对，有人抨击，有人什么，但是现在看起来都没有这些问题。没有，对，因为他展现出来是哪里有问题我就去解决，哪里有干嘛我就怎么样，然后再来，你知道吗？他会这个工作要工作之后，他后来他在演讲里面讲了一个，他说让努力的人要有回报。这个我觉得他有一注入，因为过去这30年来，日本一直呈现一个很低迷的状况。那我觉得高市早苗有那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就举个例子，他其实预算他可以等过了预算之后，他再来进行解散国会这件事，没有，我就跟你赌大的，我就是要现在预算还没过之前，我就是先直接宣布，所以才会用奇袭突袭这件事嘛。他的展现出来的魄力，我觉得是现在日本年轻人。已经觉得哇，而且有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人，念普通家庭、普通学校，虽然有能力，但是没有背景的人，靠着他自己一步一步，而且又是个女性，她闪婚、结婚、离婚又再结婚，这你就其实是非常让人家觉得哇，原来我也可以做到。有一种日本梦的感觉，而且让日本再度伟大。他也有讲啊，让我们他那个30秒的那个竞选片里面，他不是说要回到富足？等下刚才慧珍讲的，等下制作单位把那个30秒那个竞选片让观众朋友看，我保证你看了以后会说，如果在国内谁会看？但是他就是有上亿的点阅，日本人就买这个单了。好了，人有那个 Christmas 的时候，好了，说什么都可以。高市早苗です。挑戦しない国に未来はありません。守るだけの政治に希望は生まれません。未来は自らの手で切り開くもの。自民党はその先頭に立ちます。逃げません。ぶれません。決断します。頑張る人が報われ、困った時には助け合い、夢を持って働ける国へ。日本列島を強く豊かに。皆様と共に自民党。对，其实就是一个脸，对不对？然后就这样一直讲话，都笑讲。可是上亿耶，你去哪里弄一个上亿？而且连特效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所以那个现象哦，你就会发现它有点燃起那种火。
再来你知道他们就有去统计过，在18岁到29岁这个族群，你知道年轻人族群他的那个支持度多少？9%，9%。我觉得9%这个数字真的，这个在这种这个独裁国家怎么会可能在日本会出现9%？那就代表着他真的就是有抓到年轻人的心。那好，刚刚有提到一个是他自己本身的 charisma， 第二个就是我认为天兵天将，谁是天兵天将？川普。哇，对不对？一直讲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什么，只要我一定都在，把他带上了那个航空母舰那一艘，什么陆战队号还是什么号，我有点忘了。反正这个航母那个港口那边，然后他在那边讲话啊，这样，还有对，就是营造出美日同盟嘛。而且你们看他看的是什么？是安倍晋三的球杆，安倍的遗愿，什么修宪法？所以我觉得那还有一个天将是谁？我们台积电，在选前那一天，对，去了，而且直接告诉你3奈米。那个3奈米那件事情，对于他们日本的整个产业界来讲，那代什么意思？他们过去本来第2厂是要做6奈米到12奈米，还是给他们这个车用，但是3奈米就整个可以往 AI 这边接轨了。所以它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未来非常清楚的国防是跟美国结盟，经济台湾台日共好，所以他这个2只脚站起来之后，我觉得他会给年轻人一个很清楚的未来。第3件事情，我觉得他非常明确的，我们就是不要说反中，但是我们就是不吃你那一套，哪一套？你要赚钱是吧？跪下，你跪下啊！你不跪下，我中国人不去。日本人高市早苗告诉你不跪就不跪，你不要来，我们不跪。但不跪没关系啊，我就给你盯到现在。我告诉你，我就是解散国会，我有这个魄力，我解散国会。你知道有一个消息，2月4号日本媒体报道，那个稀土啊，竟然中国同意开放稀土到日本去了。你不是一直捆龙锁，你不是卡人家卡脖子，你不是一直拿稀土当武器，结果你自己孬嘞，你中国自己同意把稀土卖到日本去嘞，那代表什么？就是他知道。人家现在澳洲、日本、美国还有马来西亚的样子几个国家要弄一个稀土的一个同盟，如果你人家稀土同盟未来这个替代方案这个全部都有的时候，你这一招再来要要挟人家没有那么容易。这一次他的吓死人，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叫做中庸什么道的那个中道，他原本是167席，他现在剩几席？49席。原本是167席，他现在剩几席？49席，12加7，他现在变对不对？他现在变49席，中道走中国之道的剩49席。那我就说，这是不是代表一种那个投票？这就是对于全日本现在的去选民进行一个投票出来结果就是反中嘛，没有再跟你在模糊空间。刚慧珍讲这段，但是所以。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这个会不会有任何启发性？我是不太知道那个中道到底是中间路线还是没有，他是跟公民党，因为公民党过去也是自民党的盟友那比较中间路线那这一次自民党就是高市改造的比较右派的这个维新会嘛所以那个公民党他又跟另外一个政党组成比较中间路线，但是那应该是指中间路线，不是中国路线。我觉得国民党会跳起来我觉得国民党才是中国路线。我觉得他没有那个意思啦那我们还是回到就是说，到底高市早苗他这一次刚刚已经大家讲了很多原因他的胜选的方程式有很多个人魅力也好经济的原因也好，然后还有外面的助力，它外面有2大助力嘛一个是川普，一个是习近平一个是逆向助选，一个是正向助选，都有但是刚刚武哥讲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几年由去年到今年有3场选举都表现出一个同样的特性，就是民众不喜欢外面强权的介入加拿大，卡尼，原本的民调已经很低弱了，那因为川普在那边说三道四的然后卡尼反呛川普，民调突然逆转胜然后就冲高，这是一个嘛第二个李在明也是，李在明他的这个竞选的就是他
南韩的自主、国防的自主，不要夹在这个中美之间，然后要走自己的路啊。那第三个就是这个高市啊，他们或许应对的对象有中国大陆，有美国，或者是不要被中美夹杀哈。但是都显现出一个，就是大家都想要走自己的路，走自己不受大国掌握，不当大国的筹码，也不当大国棋子的这样一条路哦。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有这样的认知的话，对台湾来说未必是不好的啊。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美日台。还有中国大陆两岸应该是要等距的友好，等距的友好。现在还可以这样吗？我不知道，但我们也像之前那个萧旭晨副主席讲对古立言的那样的批评，其实国民党内也很多大咖第一时间就出来表达他不认同嘛所以或许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自己都有一些路线的分歧跟争议啦。但我觉得在今年的2026的选举除了看台湾民众对于路线的选择，国民党内部自己也会选择出一个选民可以接受的路线。你看像萧旭晨，他虽然是副主席，可是他讲完那个话，很多人觉得不得体的时候，韩国瑜出来讲话了。卢秀燕出来讲话了，江启臣出来讲话了你不能不说这几个人在国民党内是没有代表性的，他们有代表性，而且他们有民意基础所以这个代表说国民党其实现在当然民进党很喜欢说国民党就是亲中路线，但我自己看我觉得国民党现在自己都还在就是有路线的分歧。对，我们当然都希望两岸是和好和平合作，但是那样子的和好和平合作，到底是建筑在就是站着和好还是常常被人家说你是弯腰的就和好？我觉得这还是不一样。OK， 但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对于两大之间，尤其是对老共跟美国之间，现在我们到底面临到什么一个状况？很快慢慢一张一张牌掀出来，譬如说当军售的问题所有这些遗漏好，还有关税。那所有这些如果全部都掀出来以后，那到底立场各政党之间立场要怎么摆？任俊，第一个，好了，那有很多时候，包括有媒体或有绿营的人一直讲说，军售挡成这个样子，是不是都跟包括政协会或什么国共论坛会有关系？国民党就一直生活我不知道告了没有，那时候不是要讲说有要告媒体类似这些。是。但现在所有这些事情还是被很多人在这上面，然后再讨论这一块。那除了这个以外，老美看起来也有那耐心也有限的吧？就直接告诉你那个3个军售3月15号过不过，大家看着办。如果不过，有人就说像以前2000年的时候，我们也曾经买过柴油潜舰什么这些事，是不是要再发生一次？现在看起来美国的态度老实讲是越来越明显这样的一个明显就是诚如您刚刚所说的发出一个最后通牒，说你3月15号，如果你这个东西不通过的话那可能所有的案子必须要重谈那我认为，当然对美国来讲，这一段时间对于整个的军售案，甚至对我们整个国防预算的编列里面，表达跟过往最大不一样的就是他的态度越来越明确。美国是不是一定要卖武器给其他国家我举个例子好了印度曾经要跟这个美国买飞机，搞了3年，没有下文，国会没过，最后美国。还不是美国国务院坐飞机的公司宣布不卖了，他就不卖了，因为很简单嘛，所有的军购是这样就是比如说蓝营，其实我老实讲我觉得大家也关心交货期程这件事嘛，但你现在在这个阶段谈交货期程是不是太遥远了？因为你连什么时候预算要过都不知道，那你今天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决定我要卖东西给你的时候，第一个产线我要调出你不会希望我卖你旧的东西吧？可是这个产线我一排出来的时候，代表是其他的订单我有可能必须要不能够去谈。印度就遇到这个状况所以他整个的公司延宕在这个地方，这条产线为了你要买不买这件事情搞得这样，到最后干脆不卖了。所以我认为，当然现在由美国官方出来告诉你讲说，你3月15号做一个 deadline， 我认为他可能甚至把我们的过年时间也卡进去了。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我就逼得你年后，你今天就给我排审。任俊，这会出现一个效果，因为当美国今天已经把那个 deadline 画下到了，就算因为我没有听到，因为白银的特别条例已经复委嘛，是，那只是行政院版也没有被复委，然后蓝营还没有提自己的。当今天美国把时间下来，如果到了年后3月15号以前，就算蓝白让行政院版复委，然后剩货
蓝营提出自己的版本或什么，最后在3月15号以前过了，会不会就会被很多人就是接下来讲，你看吧，还不是因为人家压了日期，你们就还是要让他过？不是，这就会变成怎么样都不讨好了。我反而这样看了啊，国民党不是有个版本吗？4000亿以上，9000亿以下，对不对？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版本，现在在哪里？没看到没有。我非常好奇，国民党会不会真实推出他自己的版本？因为没有意义。我必须实质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如果再回来看，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对于1.25兆到底用途在什么地方，资讯越来越多。OK， 过往这些资讯，其实在立法院里面就可以得到的，立委其实是可以得到的资讯，但因为你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的，其实已经是撇除掉所谓跟美方会购买的这些东西。还包含到什么？国内会自制的，甚至连所谓的台湾之盾里面，包含我们的强攻计划，包含我们的攻三，包含我们其他的这些东西。其实你会告诉大家讲的是，我不是只有那你们标榜的4000亿。请问当资讯越来越明确的时候，国民党这时候要出来说，我再也不看到你这一块，我不要。我认为国民党是执政过的政党。他不会蠢到去这个时候说，哎，不行哦，我要比照黄国昌模式，我就放一个2/3，其他我再砍。我不认为国民党会想要在这件事情上不断的纠结。OK， 所以我刚刚讲啊，国民党的版本要提出来会很难吗？不会。但是他不动。所以我反而觉得啦，民众党那个版本虽然复委，但我认为会死掉。我认为胎死腹中。OK， 合理化的概念就是，那我其实不需要国民党自己再去删一个1/3的版本，自己先删嘛，我就把行政院版的拿进来，统一到委员会里面大家去讨论。我觉得不应该过的，我就不让他过。我觉得其实全民会支持啊，总比你东删西删一个版本，大家还是会好奇，那行政院的版本到底是什么嘛？如果你的本还是在这下面，所以我其实觉得了啊，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他期待，因为今天很有趣哦。王宏威应该是国民党内里面战将的指标嘛？他对于日本高市早苗的这个选举的时候，他先出来骂一顿这个赖清德，他先说哇，你要看哦，对不对？人家高市就有这种尬子，敢解散国会啊。虽然民进党会讲说啊，我们体制又不同这样，可是你知道吗？王宏威随后转一个弯，说国民党要稍微注意一下。高市早苗胜选的这件事情，可能国民党在论述上面要特别注意到，不要产生这种落差。所以我觉得，如果连王宏威都会去看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再回来看，其实老实讲，我不认为民众党的那个版本在接下来立法院里面会成为主轴啊。不，这个事情就会影响台湾很大嘛。卖武器是卖方市场，因为当美国跟台湾的国防部、我们的军队大家讨论完有什么需求之后，能够产出这样子的产品的，就那一间公司，而且要美国国会也要批准，他们的政府也要同意。现在就3个很具体嘛，托式飞弹续购、标枪反甲飞弹续购跟 M109A7 自走炮这3项军售案，美国直加压3月15到期，3月底要付首期款，就在这了嘛。台湾要搞几次这样的事情？我们别忘2001年的时候，当时小布希政府阿扁总统他们要买那8台的这个柴油潜舰，不是在立法院被挡了69次吗？结果到了马英九执政的时候，突然哎呦。灵光一闪，对了，我们需要建构自己的潜舰，没有了，对不对？美国不卖了，没有。对，今天错过了就可能没了。不会，因为白银那个黄昌已经跟你讲了，有啊，他们的那个条例里头，这3项都在里面啦。对，大家不用担心啦。现在就只有这个复委嘛，对不对？大家完全没有考虑到，实际上这个于将军最清楚嘛，国内建案程序、美方审查流程，整个案子全部不一样。请问3月15号以前，这个超过10亿的案子啊，国防部的流程啊？如果真的动，好，我们假设哦，飞速那个蓝也不挡了，然后绿的说好啦，就让你那个民众党的版本就过。假如真的这样，过了3月15以前，我们要完成什么？美国跟台湾要确认联合作战需求，确认计划，涵盖近中远程25年期的规划全部重写，兵力规划全部重写，建案作业全部重写，预算分配全部重提，美方还要审查，因为预算全部不一样。建案作业全部重写，预算分配全部重提，美方还要审查，因为预算全部不一样。3月15号前来得及吗？不是，别闹了嘛。所以我觉得是赶快复委，
国民党如果想监督，就让行政院版本赶快复委；民众党想监督，就把国防部的版本跟民众党版本啊，国民党也许有版本，来，我们赶快复委讨论哪些 no， 然后让美方知道说我们这3样没有不要哦，很具体了，托式飞弹。标枪反甲飞弹 M109A7，对方已经开出具体的时程了。可是将军那个里头刚看到，包括民众党的版本里面，包括念出来这些都没有 M1A2T 像这样的一些在里头。对 M1A2T 108辆已经在今年全部要交货。那我是讲哈，请问这个柯文哲是医生吧？那请问柯文哲有没有权选择他要用的手术刀？手术刀不是医生选，手术刀由立法院决定，所有医生用什么手术刀？是他在开刀所以那个工具应该是医生他的需求最大。那请问这些武器是谁在用？是立法委员在用吗？是你在用？是我们在用所以有没有用我最清楚。所以他们一直在讲说 M1A2T， 他没有讲 A2T， 他说 M1A2。美国人都告诉我台湾不需要。请问 M1A2 是你在开吗？是我们在开。有没有用我最清楚。而且他说这个都是没有需求的，在台湾 M1 为什么加个 T？ 为什么 A2T 台湾专用？武哥，你知道为什么它是台湾专用？台湾我们长期以来接 M60A3 跟 CM11，还有 M41这个华克蒙犬，我们面临到最大的考验在于它的这个所谓的炮塔里面的电系很容易潮湿。然后呢，我们在怠速的时候，我战车如果一熄火，我的发电机一停止发电，我们的电瓶那12颗电瓶很快就没电，一下子你炮塔没电就要重新发车，然后大家你知道战车一发车后面2管那个烟囱你就漏到你的这个所在位置，因为它有红外线侦测嘛，所以因为台湾是战车以待命的时间多，真正在反击攻击就是那一瞬间，那待命的时间多，所以帮台湾的 M1A2 战车发展出一套专有的设备，叫做 Hybrid。油电混合，所以 M1A2T 里面有一套，就跟我们这个油电混合车一样，你可以把引擎熄火，它可以在原地炮塔监测红外线，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观测镜，全部都可以通电，不用发车。可以守多久？可以守12小时。只有12小时。那你看这个对于台湾整体的反击作战，隐匿我的位置重不重要？全世界只有台湾有 M1A2T。那你说这是为什么美国人会帮我们设计呢？当然是陆军提出的需求。我们在准备要采购之前，有一个所谓的作战评估，还有一个系统测试。那我们会派人到美军去看看他的 M1 战车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做的测试员会提出我们所有的需求。我们可不可以怠速的时候不发热？我们可不可以在长期熄火的时候依然可以监测敌情，而且不会让电瓶没电？因为我们的需求，美方听到了，给予我们这样的专案的规划，就是所谓的客制化。那么，然后你说没有用 ，M1A2T 没有用，因为太重。那么请问，在作战的时候，是你开战车还是我开战车？当这个战车是我在开，但是战车由立法委员决定我们要怎么样选战车，应该是军人决定怎么选战车吧？不是立法委员决定选，你们不需要，我们根本不需要买这种战车。请问？作战时候是你开吗？还是我开？那你说没有，不会作战，所以不需要买。那不会作战买什么战车？那现在就讲到什么叫做专业，什么叫对专业的傲慢。黄国昌这种做法，还有民众党这种做法，就是对于专业的傲慢。他认为军人没什么，军人根本不懂，军人就是只会老粗，不会打仗。错，我们在跟美方做军事采购交涉的时候，每一笔都是专业的评估。你乱讲乱要。美方会跟你说不行，你现在不需要，所以我才讲专业的傲慢，从海鲲号到 M1A2T， 现在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海马斯飞弹，都是傲慢凌驾专业。海马斯飞弹，他说我3项，刚刚武哥讲啊，民众党里面4000亿，3项都有啊。有啊。对，那请问人员训练呢？请问后续的维保呢？还有战保的规划呢？防潮防湿相关飞弹的保养呢？还有后续的整体维保哪里来？我就举例来讲，如果 M1A2T 战车只买那108辆，其他不买，你知道108辆配3个2级场设施是配3个完整的2级场设施，2级场里面包含什么？包含了成套维修、修包工件，还有 M88A2。M88A2 是战场救济车，专门用来吊 M1A2T。
我们现在用的 CM11勇虎战车的 M88A1 调不动，它调不动。那请问他到时候买这干嘛？我们不是只要买战车吗？买这个拖车干什么？请问没有拖车你去推啊？对不对？没有2级厂，你说好没关系，台湾的维修能力很强，你把 M1A2T 战车开进台湾任何一家保养厂，谁会修啊？对不对？开到特斯拉保养厂或者开到这个福特保养厂进去，你要干嘛？我要修 M1A2T， 你认为技师会修吗？他不会修嘛。全世界只有专属的公司会修，所以他卖给你的不是光是一套战车，像这次4000亿只买海马式火箭弹，只买海马式系统，那然后呢，谁来修？放哪里？防潮防湿相关的武器在哪里？还有配套的远程规划雷达在哪里？没有，不买。然后呢，我们的后勤维保、人员训练、后勤技师的维修衔接，谁来做？所以我说，军事它不是说买就买，军事是一套完整的采购思维，这是专业。刚提到这段，对，尤其是军人，千万不要觉得军人是大老粗，没有。军人对所有的战场，我举2个人当例子好了。日本山本56，二战的时候山本56，他当过驻美武官，所以他太清楚美国，他不只是懂海军，他不只是懂军事，他太清楚美国所有的国力，所以为什么偷袭珍珠港以后，他就直接说我们唤醒了一头猛兽，那他知道这一仗打完就绝对挂，所以是那时候第一波偷袭成功以后，那再进行第2波，他就说不要了吧，打住了吧，因为他已经觉得这一仗从投下炸弹的那一刻。已经注定了日本会输掉，这不是一个大老粗会知道的事。人家在驻外武官的时候，都是刻意除了他的军事专业以外，包括国情的了解。尼米兹那个时候，尼米兹当过驻日武官，你就知道，双方其实都知道未来可能在过程当中都会是世界一方之霸。山本56派驻华盛顿驻美武官。然后那个尼米兹派驻在日本驻日武官，你觉得他都是莫名其妙派去的吗？当然不是，他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未来好啦，也许终须一战，可是总是要摸清对方的底，你就知道这时候军人不是只了解武器，军人了解的包括所有的国情，包括所有的战略上，全部都要在这个里头。而现在看起来的话，现在对我们国内来讲的话，你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范老师，那个时候讲会不会有政协，会不会有论坛的时候，然后媒体有讲，所以我们门票说国民党否认，然后要告嘛 ，OK， 然后呢，媒体又报说是美国那边讲说，接下来不就有川习会，然后老共会不会也会想说，那要有川习会，那你又卖武器给台湾，然后你川普还要跟我见面，像话吗？老共会不会利用所有这些机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得到这些？可是对我们来说，那我们要防卫自己，我们某种程度当然要去买这些啊。那这过程对国内各政党要怎么样看待？像可能来自像蓝营一直主张的就是要会谈，大家要交流，总好过大家是用对抗的方式嘛。交流比交战好。所以这些之间要怎么样去拿捏？就可以看出来嘛。现在4月份，川普要去北京访问，那这个时候他还是要卖武器给台湾呢。他并没有因为我要跟很多这个。我在看之前国民党的人就说，因为川普不是跟习近平通电话了吗？然后说川普有谈到台湾，然后他们就说你看到最后就是会把台湾当作筹码给卖掉嘛，然后就是不会卖武器了啊，因为为了要营造一个好的一个气氛嘛，没有啊，他还是告诉你啊，3月15号你而且你3月31要支付首期款哦，所以他就是要卖嘛，所以这个就是美国一定会卖。台湾一定要买，中国一定会抗议嘛？就是过去几10年不都是这样子？所以并没有说像很多人说啊，台湾这个会被牺牲掉嘛。川普2016年当上总统，一个最关键的一件事是跟过去的一届总统不同是什么？他是把台湾问题跟中美关系把它脱钩。过去中国很喜欢拿台湾问题来跟美国讨价还价，例如说阿扁那个时候不是要什么公投入联吗？中国就说，你去教训一下那个阿扁，或者台湾问，只要你这样默许他，那我要跟你中国要什么东西嘛？就他们一直是拿台湾问题来作为跟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可是川普不跟你谈这个，就台湾问题就台湾问题，台美关系，中美关系，所以你看为什么从后来川普以后，每次他们的高层会谈完之后，中国一定会说，我们有谈到台湾问题，美国反对台独啊，支持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一定说没有这些事情。后来的拜登也是一样啊，
现在的川普也是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件事情看起来，川普的立场很清楚嘛，我武器还是照卖嘛。那反而就表示什么？川普有底气。你中国如果真的认为我卖武器给台湾，当然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国也有说什么，这次川习通电话说什么叫美国慎重处理好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这个认为最敏感最重要的，然后卖武器，但是他还说希望这个美国能够慎重的来决定对台湾的军售，他也不能说他也不敢说不行卖，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底气问题嘛。所以我觉得。但是现在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事情看起来，美国就是觉得说，反正你到时候他不觉得这个如果川普不去中国访问是美国的损失，他并不觉得，所以他武器照卖啊，那反而是你中国是希望川普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川习通电话，中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嘛，因此我看就是说现在反而是压力现在是在国民党上是什么？中国已经把你的标准他提出来，他已经是你看没有前2个礼拜《自由时报》讲的，他说2005年的联湖会，国民党在立法院挡了69次军购，他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呢，比如说我把那个数价码，而且他说到目前为止还不到2005年的1/5哦，他因为国民党现在只挡了10次嘛，他意思是说还不到1/5哦，表示什么？还有59次要挡那你还记得那个时候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赖清德是谁？赖清德做什么？赖清德在当立委啊，那时候还为了这个抗议国民党还飙出口啊，因为他觉得那时候小布希已经要卖给我们潜舰啦，是我们自己拒绝啊。那现在是不是从2005年到现在为止整整20年，会不会要重蹈覆辙？要跟20年前一样？我们会不会这个火车过了之后就没办就要再买门票，要重新评估啊？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对台湾来讲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像国民党到底对于这个军售的问题，也是莫衷一是啊。我们直接来，淑慧要直接回应一下，范老师，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要怎么样让那些风风雨雨的耳语？那国民党一直讲说都是谣言，譬如说什么政协会的前置，然后包括军购跟这个没有关联性，包括像王沪宁是不是有讲说那和平框架前提是统一？小选一直都说这些都是谣言，都是什么什么这些。那国民党要怎么样让这些谣言真的就不要再这么耳语的飘来飘去的感觉？已经连续3篇了，都是《自由时报》，都是同一家媒体写了很多所谓的内幕，连续3篇，从去年到1月到这一次那每一次都只有写消息指出、权威消息据指出通通是这样子那当然大家也会非常纳闷，就是他的消息来源到底是来自于中南海呢还是来自于这个什么地方？我们不晓得如果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这么好的话，自由时报大家会觉得说也蛮怪的所以像这种没有出处，然后特定媒体的接二连三的一些放话你说真的，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一一澄清，他就时不时就跟你写一篇像他上一篇是写说这个政协会我们赶在农历年前，最新的一篇又说政协会安排在3月中，结果都是他讲的，都不是国共两党在安排，都是自由时报在帮我们安排所以我也不知道说这一家媒体它的消息来源，这些据指出、消息指出、权威人士到底是哪一些那刚刚我们于将军讲了一段，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我们买武器使用的人要什么很重要那国军是使用的人，国防部使用的人，国军跟国防部他们也有专业，觉得台海他们需要什么样武器，但事实上过去就有很多我们提出来希望的清单，美国不卖嘛，这也是现实嘛譬如说 F-35我们多年来在争取。譬如说我们最近前一阵子想要买的是那个海鹰反潜直升机，美国也是不卖，然后结果那个拜登叫你买刺针飞弹，我后来去查，刺针飞弹大概30-40年前的吧，还有那个鱼雷水雷之类的那个感觉都是很传统的东西对，好，那到底是卖的人他觉得说我就是想卖这个卖我卖不出去的，别人国家没有要的，我就是想卖给你台湾，还是我们应该买我们国防部我们这些专业的军人想要的，他们觉得最符合台海保卫不对称战争里面需要的这个是一个。那第二个是国防预算跟一般预算到底一不一样，可以被监督如果说今天国防预算根本不可以监督，因为发价书来了我们就要赶快通过的话，那未来是不是所有的国防预算只要涉及对美采购，就是不要监督了，就是直通车了那这个也很奇怪，买武器的人、买武器的国家
总是可以挑挑拣拣一下，总是可以省一下价钱什么的。好啦，那今天这3项发价出来，大概我算了一下，大概1500亿。坦白说哦，你不管是在年度预算里面啊，或者常态型预算，其实都是容纳得下的。我上一次也有讲过，1.25兆分8年哈，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多。为什么？8年算下来，1年才1600亿而已。正常的预算都是可以容纳的，是美国要特别预算，因为一次审过生产线保证8年哈。可是问题是，那大家也都知道，特别预算就是比较规避预算的相关监督的嘛哈。那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 ，OK， 你这1500亿哈，或者是已经通过了那个4000亿，我也可以给哈。可是你这个整个里面是1.25兆啊，其他的还是空白啊。我为了这1500亿，我必须要同时通过1兆的空白支票，这很奇怪嘛哈。所以我觉得今天哈，就是不管是在这个执政党也好，或者是说不要先去弄一个编出来的故事，说北京要求我们做什么做什么。如果你挡国防预算，如果你不审，你就是北京指使的。可是前提是这个故事你都还没有证实是真的啊，对不对？我觉得还是像卢秀燕市长所说的啦，哦，武器要买，预算要审啊，我觉得这2个都要做到啦。OK， 但慧珍现在我要补充一点哦，北京证实嘞，习近平跟川普通话不就讲了吗？你要妥善考虑对台军售。他就是川普想卖，习近平不想你卖。那另外我讲，刺针飞弹的确很老了，但是我告诉你，它有多少代的衍生种嘛？71代，还有71代衍生种。我们的复仇者飞弹，在我当排长就有了，里面就是刺针飞弹，它是车装，但现在衍生到71代，有陆军用的，甚至现在连海军用都已经发出来了。它总共卖了7万枚，7万枚，实际打下飞机的310架。那你看这个飞弹它好不好用 ？OK， 所以我才说哈。国军有提出很多啦，我们也提出过 F-35，那但是呢，不是我们想买就买得到。我们也提出过 F-35，那但是呢，不是我们想买就买得到，因为我讲过，你除了我们提出来之后，我们还要说服谁？说服美军的安全局，安全局认为你需要 ，OK， 而且你的国防预算吃得下来。F-35的目前的维修，按照空军的状况，他如果买进来了，会吃掉空军1半以上的预算。慧珍，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好，我们如果跳到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国内政治蓝白合之下，对黄国昌他们来讲，一定有很多的想象的一些。但是，虽然他的幕僚，他的你讲4大金钗，虽然那个初选有没有过是一件很小的事，对，但是只是从用字遣词里面，你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上，为什么会讲人家？包括你说在家乐福工作啦，或什么这些，他说他没工作，找不到工作，对，找不到工作。各位都是参选的人，对啊。你们会这样子去讲这些？怎么会去歧视？不是，我跟你说，为什么？你很难想象嘛，不好，很糟糕了。我不会很难想象，为什么？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很多啊，因为我有背景啊，我后面有人啊，是，他背景硬到把李友仪给挤走，他连李友仪都被他挤走了。李友仪是我如果李友仪我没记错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还是什么的，连李友仪那就是发言人对不对？对啊，而且他还上过节目嘛，选过立委哦，而且立委他选都选蓝白合那一次是推李友仪嘛，对啊，应该是说李友仪在当时其实唯一完整的被称之为叫做蓝白合作的示范区，只有唯一这一个地方，他跟那个蔡壁如对三如区公开的，对，而且人家李友仪是从头到尾都深耕那边，没有离开，而且很多人就说去跑行程的时候还有看到李友仪的身影，就这样被这个女的天降奇兵、神兵、天兵，对不对？给挤走所以如果我李友仪我都可以挤走了。你这个人是谁啊？所以难怪他气焰这么嚣张啊！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家不管是做什么行业，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就是社会的一个螺丝钉吗？我们至少都有一个岗位，而且我们在岗位上可能投入10年、20年、30年。请问你是谁啊？这什么年代了，还有金钗这种东西啊？那你这意思是什么？你就靠一个男人在你后面撑着，然后让你出来的吗？那你不是让人家觉得你这样有比较骄傲吗？你这样不是让人家觉得更有点，我个人是很不欣赏啦。那再来，他有趣的了，后来人家去爬书，2022年他参选金门选议员，然后落选第3名结果呢，他就告，他说他告4个人，
就是他当选的最后一名，跟他落选的前面2、3名，他都告。他说你们一定都是贿选，所以呢，我才会选输。他为了要自己上，他还告4个人呢。所以这个人谋尬一输的感觉只要是有人挡在他前面，他就要碾平人家。那现在就开始讲嘛，就是说后来现在是那个陈燕婷就选上嘛。但现在那个淑慧姐有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她说因为陈燕婷名字太好记了，所以比较好记，所以民调说，请问你支持周小云还是支持？谁？陈燕婷陈燕婷说因为这样子也有影响。没有，因为他们2位的，我相信他们2位的这个知名度在三卢都不高哈，因为议员要打出知名度不容易啦。那通常比较好记的名字比较容易叫啦。可是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我觉得因为一般来讲，人家觉得女生，尤其是漂亮女生比较有机会。可我觉得为什么？你看。假设我啦哈，我是不喜欢黄国昌的人，我不知道另外的人是谁，可是我知道黄国昌挺你。可是，一般民众可能连他是黄国昌的4大金山都搞不清楚，真的。那可是他们照片不是都到处挂了吗？他从一开始就挂嘞，从根本还没把林友仪挤走的情况之下他就挂嘞。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把他就变成是陈燕婷上来嘛。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样连黄国昌都说啊，对啊，我觉得这个民调有问题。你自己是党主席你质疑你自己党所做出来的民调，这你不觉得也太离谱了吗？我跟你讲如果这一次连没有背景，纯粹靠就是海选出来，然后这一次人家给他机会党内透过初选的陈燕婷，你民众党都要做掉的话，你以后不要再讲什么公开透明那一些的，因为真正的陈燕婷没有背景，才是真正靠他自己出来的。不来，包括李珍秀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因为韩国瑜院长已经直接讲了。他维护立法委员的权益是他的天职，所以这件事情看起来未来我们大家就等着看2月24号，那在立法院开议以后，行政单位跟那个李珍秀之间，大家要怎么样？是打哑谜吗？然后都不讲话吗？看来就是这样。我觉得什么怪事都发生在民众党身上我先讲一下电话民调，因为民进党算是最早就是全面性，所有直辖市议员都要用电话民调，而且我们是现任跟非现任都要做，像我自己3月也要做嘛。所以我们都会去研究电话民调到底背后的那个脉络，这是怪事嘛？我跟大家讲所有的政党的议员的民调都是这样，打去之后他就比方说，假设我们这一区是某某党的游淑慧，某某党的卓冠廷，好，假如我们同一党，就只有这2个人，人民会提示你。所以连民进党，我们这样子在地方是看板站路口市场现任议员知名度已经算高的，都有大约5成到6成的人接到电话。名字可能7、8个候选人出来之后，他不支持任何人，为什么？因为蓝的支持者，比方说支持游淑慧议员的人，他支持吕家凯议员、支持林金杰议员的人，他就不会回这7个民进党的。所以你们看到那个数字，比方说某某人拿50%，某某人拿40%，他那个是把没有投所有该政党的人全部摊平之后100%换算出来的状况。所以周小云跟另外一个叫什么？叫陈燕婷，他的状况就是在家里等电话的民众党支持者接到之后，而且辨别出这2个人名之后，就是不投给周小云。对啊，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民众党人当然知道周小云是黄国昌的子弟兵，就是连民众党等电话的人对于他的厌恶值都高到爆掉。所以直接就支持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是完全没人认识的。对，各位观众朋友，你们以为只有这一区吗？我就讲我的选区土树3英，有一位现任国民党议员的儿子，孤影其名了国民党议员，因为他有一些官司，然后我不要讲他名字了，大家也都知道他的儿子有没有？我还在地方要做人，然后因为我要举这个案例。他有组织，因为是国民党，然后妈妈是里长，爸爸是议员，而且地方组织坚强，做人也不错。只是后来有些官司，所以他决定不用国民党选，他的儿子用民众党选，所以你能想象吗？在基层就是所有地方的看板，全部他爸爸的换成他的，合理吗？另外一位是谁？另外一位没有人叫出名字，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结果另外一位赢了，为什么？来，我跟大家讲我的解读啦。本来那一位。以前就是柯文哲子弟兵就是他以前从以前到现在，所有的看板、所有的这个照片、所有的脸书上面都是打柯文哲的 slogan， 然后现在新的这一位比较靠黄国昌嘛，所以一模一样，只是这一位比较没那么有名，所以没有被周小云来讨论。这一次黄国昌人马是大败，就爸爸是现任国民党议员，然后结果民调被对方 KO， 那现在怎么办？现在地方大家当然就讲说民调不公嘛，所以就这样，对地方现在就讲民调不公。
这个地方现在这位议员跟这位公子就是两位在地方就讲民调啊，所以跟周小云、黄国昌一致啊，他们说要检讨民调，这什么怪事啊？第二种可能就是这从头到尾民调就乱做嘛，就民众党的民调我们也觉得就是服了他。第二个我要回来讲就是说李珍秀的事情，李珍秀这件事情其实就真的很单纯到其实不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问题，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只规范人的身份。你来台湾多久？你可以当台湾人，可以当中华民国的国民。我真正规范你不能从政是国籍法。国籍法就是规定你必须在就是就任前要完成，就是你要做这个动作，做动作1年内要完成放弃国籍的动作。我再讲一次哦，要在就任前要做放弃国籍的动作，就任后1年内要完成这个放弃国籍。那现在李珍秀只要做一件事，我们都不要讲后面的事，也不用讲2月底，他2月1号就任了吧？你可不可以出示一下你真正放弃国籍申请的证明？你说老共不让你放弃，我看国民党现在有些人帮李珍秀讲话，或民众党帮他讲话，都陷入太细节了。因为我们只要依法论法，你必须在就任前要申请嘛。你申请的证明在哪？很明显不是记者会那一张嘛，记者会那是乱填嘛。然后你说老共不让你放弃，你把老共不让你放弃的证明拿出来嘛，后面才要讨论后续嘛。如果你根本没申请，那你根本不能就职啊。就是这样嘛。所以不是两岸革命关系，就是国籍法。那这个案子一体适用，因为有被俩包的经验嘛。国民党李庆安当时被俩包是美国籍啊，所以后来连立委都不能当啊，就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李珍秀赶快把他当时申请的证明拿出来。老共回他说没有，我们不让你放弃的证明拿出来，白纸黑字，后面才有后面讨论。对不对？这件事情看起来就会这样，因为当韩国瑜院长。那等于已经表态了嘛，他不会处理这个。我觉得每次在最近每一个政论节目都会谈到李珍秀，我都会一直看民众党的人，然后想要小救兵因为国民党一直帮他解释，已经很多细节无法帮他解释。不过我其实讲一下韩国瑜的这个权利啦像现在民进党已经就说，韩国瑜院长你要把他解职啊什么的。如果大家去看我们的不管是相关的对立法委员的这个就任也好，解职也好，其实。韩国瑜没有权利去解职哪一个立委他不是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老板，就像是议长没有权利去解职卓冠廷或者是游淑慧的他是所有立委选出来的，我们的议长也是所有议员选出来，他只是没主持议事规则的他是什么情况呢？譬如说，如果民意代表被判刑确定了，丧失资格了。法院把这个公文到了立法院立法院然后依法院的判决去把它解职，又或者是说 ，OK， 今天这个内政部中选会说某一个有双重攻击已经确认了，他要把这个公文发到立法院，要求立法院做这个动作，而不是说这个。还没有任何东西到了立法院，然后就叫韩国瑜说：“你 fire 这个立委。”韩国瑜没有权利 fire 任何一个立委立法院长不是立法委员的老板议长也不是议员的老板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就是在打李珍秀的时候，顺便把韩国瑜牵拖进去了韩国瑜他作为立法院的大家长，他就是要保障每一个立委的相关的这个质询的权益或者什么权益。除此之外，连他哪一个是当选者，他都不能指定。我比较喜欢这个，那这不分区先排他好了，他也不行啊，他也不能去跟民众党说，那个你们换一个不分区吧，他也没有权利去做这件事，所以他更没有权利在。不管没有司法判决，或者是说行政这个来函的情况之下，直接说我就解职一个立委。但是我们现在只能讲范老师，你只能说柯文哲2年前下棋下的太高明，2年前就把李珍秀摆在这，到了现在大家全部都在讨论这一趴。可是民众党一直说他们原本排的不是李珍秀，但名单出来就是他们说原本是徐春英对，本来徐春英嘛，但后来是李珍秀嘛，对。但不管徐春英、李春秀，大概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它是一样的道理啊。然后柯文哲，你只能说他的战术太灵活，然后包括新竹现在是国民党看起来，不晓得这个会不会真的变内战，但是显然柯文哲有找到另外一个空间啊。对啊，然后是对徐欣莹，然后这个时候要扫街，他就跟柯文哲站在一起，2个人互相告诉对方，我有白银的票。
然后柯文哲也告诉蓝营的人，你蓝营的人就是要靠我。徐新颖一直跟柯文哲关系是很好的，过去徐新颖的弟弟，还是柯文哲的柯委会的主委所以其实他们的关系一直都是很好。来，范老师，对，其实我觉得柯文哲，你看嘛，光是李珍秀的事情，从过年前，我看可能要吵到过年以后了。一定的吧？一定的，对，就是他就是有炒作空间嘛。那就是变成是个议题嘛。第二个，我就是在挑战蓝跟绿嘛。第二，蓝会不会挺我？会挺哦。国民党现在挺的嘛。韩国瑜也挺啊。然后我就给民进党找麻烦嘛。你现在第一个，你要怎么处理？我韩国瑜我没有权利叫他下来。那你中选会了？所以现在委员还在要送立法院审查嘛，也没运作嘛，没办法运作嘛。就算立法最后中选会最后组成起来好了，然后我给一个说李珍秀没有这个没有资格，然后发函给立法院，韩国瑜不理你啊。或者我就公文搁在那边嘛，所以我然后甚至他们会不会到最后一起修国基法？修国基法就刚才把这个刚刚讲过那个规定给取消掉了。那如果柯文哲说我要修，你国民党要不要跟？变成国民党是跟着李珍秀的这个问题在团团转变成国民党在帮李珍秀背书好，然后他又可以恶心民进党啊，你民进党又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他就在玩这个两面手法。再来还有就是什么，我可以吸引中配啊，你国民党不敢提啊，我敢提啊，对不对？然后这些中配的家属，这些他的先生、他的小孩也会挺柯文哲啊。所以对这个柯文哲来讲，反正我就是这样做。那你说我是不是亲中？首先我死猪不怕开水烫嘛，我就不理你。然后你看现在那个新竹徐新颖，他接下来又跟柯文哲绑在一起。那徐新颖现在是国民党的，他又可以列解国民党，因为国民党现在又有一个是好像议长嘛，一个是徐新颖嘛，两个人僵持不下。然后我看这个副县长一个副县长，对，僵持不下。好，那你看郑丽文也没做任何事情啊，郑丽文应该去处理一下吧。你这也不去，你找李乾隆去，李乾隆他们几个他们有4个副主席，唯一有选举经验就算李乾隆了，其他2个都搞两岸了，萧旭晨也是搞两岸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看起来，国民党就是任这个火烧，然后柯文哲在从中去获得他的最大利益。他就是柯文哲，他果然是高瞻远瞩，就有这样一个规划。但是我要讲的是国民党怎么办呢 ？OK。然后柯文哲在从中去获得他的最大利益，他就是柯文哲，他果然是高瞻远瞩，就有这样一个规划。但是我要讲的是国民党怎么办呢 ？OK， 但任俊，刚才淑慧有讲，对啊，这件事情其实民众党要解释吗？还是大家其实我觉得大概可以预见得到，不用解释了，这件事情就一路这样吧。就是因为看起来李珍秀各方的态度，目前看起来他应该就是做1年立委啊。我觉得当然有。各个巧合的事情，最后变成了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嘛如果我到一个新公司去报道，结果他要求我必须把这个入职之前把文件都交齐，最后我都没有交，我也不给，然后我有没有完成报道程序？好，有些公司会觉得不行，你东西先交再报道，有些可能会让你先报道再后补。那我认为李珍秀的状况就出现这一个嘛。蓝营有人直接跳出来讲说，那民进党根本在欺负弱女子。我其实老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欺负不欺负的啦。这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国民党要帮韩国瑜讲话，我觉得也正常啊。那我还是这样讲，立法院作为一个行政机关，在他宣誓就职前确认他有没有完成任何该缴交的文件。我不认为立法院不应该做这件事。他本来就应该确认。如果他所有东西他都没有完备，我要不然就因为他送名单上来，我就给他。现在看起来立法院的辩护方式是这样嘛？对不对？他又有名单，他又这样，我也不能阻止他。但我还是这一句话，在他宣誓就职之前，确认他是否完备所有的文件这件事情，
我认为就立法院本身来讲，他应该要做。你要采取那种我不管我就先给他就职，就职完了之后，好了，现在大家扯在那嘛所以这也就是我刚刚提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如果他现在变成一个尴尬的局面，内政部选择说我以后就是选择性的给你资料，那他的立委身份，如果你也确认他，那我机密的不给你，这个不给你，我认为那就会另外又出现一个问题，是不是说变成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之间的对干？那我就讲嘛，各种奇怪的东西就组合成这样。OK， 在国内其实你说它跟政治或是跟政治以外会有关联性的一些的话题，在这2天在整个媒体上炸锅，就是有关于世纪血案这一部电影。但冠廷，这个电影，就大家本来只看到一个演员出来杀青照，然后接下来嘣嘣嘣嘣，后来才发现就是拍了这个。但是它里面的那些东西，人家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拍了。没有这件事情，还是回到原点的哈，就是1980年林宅血案发生的整个状况，是到目前为止的未解之谜。就是说，大家想象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历史不一定了解。简单来讲，当时林义雄是被审判，然后当时要被就是政治犯嘛，那他家是被重点情治单位管控的对象，附近有非常多军警特都在监控他家，可是范闲居然可以冲到他家。然后把他家全家几乎都杀光当然后来有幸存者、他的女儿等等这些状况，还打电话回报给一间西餐厅，然后之后这个人永远都找不到。对，那这件事情大概历经了几次监委的完整调查，然后大概现在有越来越多，至少真相的拼图慢慢的有知道。大概第一个就是不是单纯的司法调查，当时确定有特务机关介入调查，这是最新一次的这个，我记得是范训律监委他们所做的报告里面完整的，我们当时都有看到嘛，就是说越来越多蛛丝马迹，可是还是无法确定，跟破案，就是说到底下令是谁下令，然后以及是谁行凶嘛。那这个事情当然有人讲说要再过4年，因为相关的这个国家情报相关的法令，就完整的案子全部解密，要在4年时间才50年嘛。好，这个东西是事实，我不讲。回来就是说，这个事情显然大概几个争议啦。第一个案子就是说，这是白色恐怖的一个悲剧，我相信不分蓝绿白，就没有人会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台湾，无论是任何政党、任何人身上。那第一个当时引爆的点就是说，杀青记者会这几位演员的态度，就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态度让人家觉得轻浮嘛。就是你怎么可能拍了这个片子之后，你不了解里面的状况，然后还去做了非常让人家觉得。讲真就令人发指的评论，但我觉得演员是这样啦。我其实我后来比较正向看这件事情是说，其实这是一个机会教育，就是说你们连拍完了，你们还不了解这段历史，那现在社会给你们痛击，然后社会让你们抵制你们之后，现在他们很多的反省，然后有一些人比较真诚，有些人不够真诚，我觉得社会都会给他们评论，这个未来都会跟着他们。可是我觉得第二个是说，其实这些人，尤其是家属或当时的秘书或这一些团队。很多都还在世，是啊，那你怎么可能拍这个片子？你把活人当死人拍，然后你完全没有去取得家属的同意，甚至说你去跟家属了解，然后现场直接讲说是资料稀少，不，其实资料非常多啊。不是，而且他们用本名拍，对，不是用本名拍，还有在世的所有这些你怎么会去用一个本名拍，然后去对所有的过程会是这么轻忽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整个炸掉的状况是这样。就是加害者变成诠释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多数最不能接受。就说后来才发现，大家一开始骂完演员，然后后来演员说不知情，演员说当时有讲说取得家属同意，然后合约拿出来什么这些，这是一个层次。但我要讲的是说，拍摄的导演后来被起底，他的父亲是一个也是徐小明，然后他的祖父是当年警备总部发言人徐美玲，就。老实讲，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祖父，我们理解。可是你的身份，你就是加害者的一环。就是说，当时我讲加害者不一定是林宅血案，是白色恐怖当时的加害者的警备总部的团队的一员的后代。然后结果你去拍摄这个受害者的故事，你更要谨慎吧？这个要吧？这个你要去取得人家家属的谅解同意啊！我的祖父当时在警备总部，我们要让这个还原，就都没有嘛。那后来开始有陆续很多演员道歉嘛，你说包含这个大前辈这个寇世勋，对他讲说造成2次伤害，然后希望剧组停止制作，然后后来幕后的资金现在也被发现嘛，就是说，这个幕后的资金也曾经拍过319枪击案，当时有一部电影票房超烂，200多万而已，叫《幻术》，那部电影就是去解读跟暗示
当时在319枪击案的背后是李登辉主导的啊，那这个事情就很荒谬嘛。好，我要讲哦，其实昨天我看到一篇文章，我是很感触良多，就是当年林宅血案发生之后，中华日报写了一篇独家，已经到了民事，他写身高住哪里，暗示背后的行凶人是游锡堃。中华日报，所以昨天游锡堃院长贴了一篇文，他说我连现在想到当时被污指说，因为警备就是无论是特务单位啊，还是说行凶的人，我们现在不知道是谁啦。为了想要带风向，但情治单位有介入，这是监察院报告有的。情治单位可能放风向给报纸，然后当时那一段，我们看游院长的那个脸书是直接把那段贴出来，就是那个描述完就知道在讲游锡堃啊。就他说他想要这个还心有余悸，那更何况是林义雄家人是受害者。所以我最要讲啊，就是这个导演啊，一开始大家说他躲起来了，对不对？现在状况是说即刻停止后制工作，我觉得这是对的。就是说你怎么后制啦？你后制完你怎么上映啊？是吧？那你上映会不会有去抗议？就会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啦。那当然对林先生的家人跟他本身造成的2次伤害，我觉得这个他们真的是需要跟林先生做一个诚恳的道歉。那第二个事情是说，那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给台湾人民一个教育，就这个教育是，你不要觉得这事情好像已经过了，然后是以前事情，说真的，大家都还在世，然后那个经历那个时代的伤痛，我们是希望不要再次发生。那可是这样子的伤痛上面，不止撒盐，然后调侃，然后消费到极致，这是不好的。OK， 来慧珍，其实我觉得蛮难过的，就是说，这整个你要讨论对台湾的民主历程发展里面一个很大的伤口，而这伤口是建筑在一家人被灭门。所以为什么过去这段时间台派了很多导演，也很多人很优秀的一些人才，为什么过去大家没有去触及到这个议题？因为当事人你要想想看，他们怎么再去面对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导演还有他后面导演他的说法是说，他当时听到对方也就出资者出品人苏进士先生，他的说法是，因为那个林义雄先生曾公开表示不愿意谈及家门不幸，所以呢，这个苏先生希望此事在尊重林先生的意愿之下推进电影工作。此事在尊重林先生的意愿之下推进电影工作。我不理解你的，对啊，他不愿意谈，然后他已经不愿意谈，然后你要把他的伤痛拍成电影。如果是你家被灭门，你要自己拍，那你去拍，你怎么可以把你的东西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而且他拍出来，因为有人看我不知道，就是说拍出来影射的是有一点是刚刚提到台派内部的内斗，使命啦，对，不是很拍摄我就讲白了，搞什么鬼？竟然是所以。因为然后就说现在改编人是这个苏进士先生，我觉得苏进士先生有必要出来对台湾社会有一个说明交代。你为什么会去改编这样子的东西？你的纯粹是对不对？你的用意是为什么？然后你为什么要骗演员？你为什么要不尊重？而且你甚至导演拍完，你那个杀青记者会没有导演的。看起来是所有的这一些好像都是苏进士先生他的一个剧，他设局这些人牵进来，然后拍了一个剧，然后这个剧目的是在让整个悲剧事件指向是台派的内斗嘛。然后再来，他之前拍319的，也把它影射成幕后真正是李登辉，荒谬至极。所以苏先生，你称为一个台湾人。你的目的是在丑化所有台湾这些民主发展过程里面的悲剧吗？你要不要出来说明你拿了多少钱？谁要你去做这些事情？而你认为拍这个影集或者这部电影的目的是在唤醒林先生的悲痛吗？还是你是希望就是用这样子的恐惧唤起我们的白色恐怖，或者是相关在独裁时间的一种恐惧，然后告诉我们所有台湾人，你个气跨买啊，你台湾人，你们以后有可能当
当中国迈向台湾，把台湾统一的时候，我们这一些骂你的这些站在你中国对立面的人，我们未来会面临到就像林义雄先生这样的局面吗？你是要拍这样的一部电影来警告我们所有台湾人吗？你敢再出来跟中国说不？威权时代这一些不幸会马上降临在台湾吗？你要不要出面说明清楚？你究竟用意何在？来，任君要不要简单补充？这部电影在拍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人觉得这部电影有问题。真正炸锅就是刚刚提到杀青记者会几个演员坐在那边表达。所以这整件事情最怪的地方就来自于没有人看过这部影片，因为他也还没剪。然后因为这几个演员当中有一些的这个话语啊，包含说年轻人可能只透过网络或什么，让大家发现到说不对，你们的这个所拍出来的东西到底在拍什么啊？我必须讲，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媒体都有很深刻的认识了啊。如果你要拍一个事件，过往最多用类戏剧的方式在表演的时候，就主持人刚刚的那个疑问。不会用真名啊，你用真名在拍，要么你就做纪录片，不然你就是在拍，告诉大家讲说我在拍一段历史。现在问题就来了，你所有都用真名，然后告诉大家讲说我没有办法跟这些还在世的人来作为联络。我今天先不管立场，先不管你今天拍摄的立场或是怎样，这一段我认为在整体的上面来讲，就是不让大家觉得这是正确的。包含到，因为网络上现在有非常多捡到所谓的剧本，对，这个的剧本，如果你有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到，他其实在做一个定案，也就是我在定论这件事情。我简单念几个，他告诉你讲说，在他的第62场戏里面，告诉你世纪血案45周年祭真相大白。他怎么说你知道吗？我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去推理。一个社会的边缘人被一个台独教父招募去日本接受暗杀和爆破的特务训练，然后回来台湾，目的就是要制造混乱。如果这个捡到的版本为真，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对这一件没有经过司法调查认证，或者是得到真相的一件事情，你做了自己的定案？我觉得这是社会在讨论这件，而且包含到就是说演员为了要告诉大家讲说没有，我没有胡乱接戏，我试图去寻找，结果发现他的影像、他的资料真的太少了，连冠廷都也不要说冠廷摇头，连我们自己都摇头啊。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对这一件没有经过司法调查认证，或者是得到真相的一件事情，你做了自己的定案？我觉得这是社会在讨论这件，而且包含到就是说演员为了要告诉大家讲说没有，我没有胡乱接戏，我试图去寻找，结果发现他的影像、他的资料真的太少了。连冠廷都也不要说冠廷摇头，连我们自己都摇头啊！因为你谈论的这些人，并不是非常被台湾人陌生，或者是大家对他不了解的、不熟悉的人。而这件事情悬荡在台湾里面，其实讨论了非常非常多年。连国民党内部，我相信他们自己对这件事情上面，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戏剧的一个表现，我只能讲，他第一个，很多人看到当你的名字在这里面。林义雄，或者是他子女的名字，或者是包含刚刚提到史明，所有人的名字都在这上面。而且你知道吗？如果今天这个版本为真，这个我觉得非常奇怪。我觉得非常奇怪。在最后的字幕的时候，他居然还想要上这一个，因为刚刚提到幻术，居然还在告诉大家讲说，片尾的彩蛋叫做"世上有许多伟大的幻术"，请大家再去看一下这个影片。我不知道这个版本是真或不是真，但是刚刚对于这一部影片，我想刚刚已经有来宾提到了，它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选择上面，事实上是非常有个人自我的认知，而它这个东西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原来这是事实呢 ？OK， 我想借用一下你的公共资源跟大家报告，因为我觉得很难过的事情是，林宅血案因为翻到现在有点久，1980年，对，然后所以现在所有的资讯反而被这一个就是恶搞的这一部电影、粗暴的电影啊，变成好像他在诠释，就没有人知道真相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因为司法无法破案，所以监察院启动了2次大调查。我花点时间讲，以前最早江鹏坚、李生一那时候调查出来结果非常多未明的真相。到了2023年的时候，当时蔡崇义跟范居里2位监委
在2023年2月24号的时候做了一个完整报告，我花1-2分钟跟他报告真相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因为监察院做完整的报告了，确定当后来侦办，因为大家说为什么破不了案抓不到凶手，确定有情治单位、警总成立307汇报指挥拨云专案。拨云专案是刑事局他们要破案，结果上面有个警总指挥，所以情治单位有介入。第二件事情是，后来他们上签给蒋经国总统，很明确的里面情资显示，党外人士、台独、国际组织均不可能，这是情治单位上签给蒋总统，因为蒋经国很想知道真相，然后所以研判可能里面明确报告里面写什么，给蒋经国的公文里面写研判有可能是军方鹰派人物涉案。就是等于说军方的极端仔啊。好，第三个，警总情治系统主导并阻碍司法侦办，里面大概不外乎几个重点哦。第一个，警总有全数保留监听录音带，因为监听林雄他家嘛，可是当时拒绝提供给刑事单位，包含侦办人员是警察，一直说你们可不可以赶快公布凶嫌的模拟画像？结果307专案汇报宣说我不提供。再来专案小组扣留那个当时那个金琴餐厅，就是饭前杀人之后打电话去的餐厅，跟签账单，3天后获准，说我们要去扣，3天后才获准。到现场的时候，单据全部被销毁。所以情治介入司法，误导侦办方向，阻挠侦查，这几个是真。然后包含操弄媒体，我刚才讲游院长的部分，后来好险了，游戏规则上有不在场证明才没事你知道这个事情还是，然后当时还有媒体去情治上放风向说。那个林焕君说他认识凶手，后来证实不认识凶手，所以一堆状况，还有这个黑道的状况，什么清查、竹联帮啊什么，这整个就是当时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我不敢说全部，有去包庇这个案子。那包庇现在监察院倒出来有，那前面有没有下令，这是未解的，所以。我觉得要让社会当中知道这个状况，就是这个事情是到今天为止，台湾还是未解的一个谜团，然后还没有还给被害者公道，怎么可以这样子做？未来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样？我想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练不练？我们明天见，拜拜。